斯洛伐克新总理菲科在社交平台上一副深闺怨妇的样子。据乌克兰军文网 Military 4日报道，菲科3日表示，意大利要收回刚在斯洛伐克部署1年之久的 SAMPT 防空系统，理由是其他地方需要它。为此，菲科散发怨念质问斯洛伐克上届政府为乌克兰提供了一套功能齐全的 S-300防空系统，换来了北约盟国对斯洛伐克的防空保护。但先是美国的爱国者离开了，现在意大利的 SAMPT 也走了，今后谁来保卫我们的核电站和其他战略目标？好端端的，意大利怎么突然撤走了 SAMPT 防空系统？其他地方需要指的又是哪里？斯洛伐克哭诉 SAMPT 防空系统被撤走，大部分原因纯属自己作的，也不看看现在外部啥环境。欧盟和北约并不缺钱，可以从世界各地为乌克兰买到各式武器弹药，但数量却不足以满足乌军需要。尤其是高科技武器方面，不仅是要有钱，很多武器都需要美国方面的配合。但情况大家都知道，尽管不断有欧洲国家领导人飞往美国，督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新的对乌援助法案，但也仅仅是督促。欧盟和北约部分国家无法从美国获得乌克兰急需的高科技武器，也不能让美国加速对乌援助法案通过，正憋着一肚子火，好巧不巧，态度转变、表现不积极的斯洛伐克正好凑了上来，就成了北约和欧盟的出气筒。首先，我们要明确，斯洛伐克在此次俄乌战争中是拥有独特地位的。其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中，既是北约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还是欧元区国家，而匈牙利和波兰均不使用欧元，所以斯洛伐克可以说是欧盟及北约在乌克兰周围影响力最深的国家。在新总理上任前，斯洛伐克曾明确表示是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并通过各种渠道与乌克兰互动十分紧密。如早在2014年，斯洛伐克就和乌克兰签署了天然气反向输送备忘录。如果俄罗斯切断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斯洛伐克天然气管道就可以反向从欧洲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这一点显示了双方在能源上的精密合作。2021年4月时，斯洛伐克还响应了捷克的号召，同波罗的海3国一起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同时，斯洛伐克前总理黑格尔和国务秘书马丁·克鲁斯曾分别在访问乌克兰和欧盟总务委员会上，表示了对乌克兰改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成为欧盟候选国的支持。又或是在战争爆发后，斯洛伐克不仅拒绝承认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的独立，同时还接受乌克兰难民，为其发放补助。在军事援助方面，2022年2月28号，斯洛伐克前总理黑格尔还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486枚防空导弹、反坦克火箭和100枚防空发射器的军事援助。可以说，斯洛伐克在能源、军事、救助等方面均有所行动，但新总理菲科的上任，情况发生了改变。至于其他地方需要指的是哪里，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出，8成概率是把这套撤走的 SAMPT 防空系统送往乌克兰，协助乌军进行防空作战。毕竟乌克兰现在对防空系统的需求十分迫切。前段时间，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访问乌克兰，竟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追踪。若不是车队加速摆脱，谁也无法保证俄军无人机会做些什么。另外，乌克兰也需要更多的防空力量来保护乌军部队的能源、战略基地等目标。那 SAMPT 防空系统有什么特色？SAMPT 是一种可以媲美爱国者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对乌克兰帮助非常大。同时，它还开启了欧洲防空反导自主化。早期欧洲国家防空反导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基本全靠从美国进口，装备了很多如海麻雀标准系列的防空导弹。为了早日自给自足，法国、意大利于1988年根据 FSAF 计划，联合启动了对 SAMPT 和紫苑系列导弹的开发。1990年，法国、意大利与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签署了 SAMPT 防空系统的研制合同。1998年底，首套 SAMPT 原型系统在意大利陆军萨丁尼亚试验场进行了功能验证。SAMPT 属于陆基机动防空导弹系统，旨在取代旧的霍克和响尾蛇系统，并能满足现代战争中远程的地面防空需求。
该系统主要由火控系统、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紫苑30导弹三大部分组成。而一个 SAMPT 防空导弹营通常包括一个作战指挥和控制车、一部阿拉贝尔多功能雷达以及6部垂直发射装置车。其中紫苑30导弹是 SAMPT 系统的核心，这是一种2级中程导弹，采用垂直发射，配备有 PIF、PAF 机动系统，可以通过喷嘴产生的横向加速度，使导弹在接近目标时产生一个较大过载，以提高导弹对机动目标的拦截打击能力。该导弹采用常规布局，弹头为巨能杀伤高爆破片战斗部，同时采用中段惯性导航加无线电指令修正加末段 J 波段主动雷达寻地复合制导方式，可探测隐形巡航导弹。在拦截任务目标时，一旦识别接近，无线电近炸引信就会被激发，从而爆发产生弹片击毁目标。据公开数据显示，紫苑30导弹对飞行高度在3000米以上的飞行目标最大拦截距离为100公里，对低飞目标的最大拦截距离为50公里。而且欧洲防空导弹公司后来还研发了升级款紫苑30 Block 1和 Block 2，前者装有更先进的导引头、爆炸引信、信号处理系统以及定向爆破战斗部，主要用于拦截陆基短程弹道导弹，后者则可以拦截射程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其次，阿拉贝尔雷达是一款可以用于监视、跟踪和导弹制导的 3D 相控阵雷达，其巨型相控阵天线有4000个阵源，以每秒1圈的速度旋转。雷达工作频段为8到13 GHz X 波段，方位角为360度，俯仰角为-5度至90度，可同时跟踪多达100个目标，并可同时向16枚导弹上传输命令更新数据。一般阿拉贝尔雷达在工作时会以150千瓦的峰值功率运行，作用距离为100公里。最后的6辆垂直装置发射车，每辆都会配有8枚导弹和一个重装导弹库。作战时，其一般会分散到距离阿拉贝尔雷达5到10公里的位置。作战特点：一是能够做到对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战机、无人机等各类空袭武器的抗饱和攻击；二是凭借高机动性能随军保护部队以及后方高价值目标。如其首次作战部署是在2011年2月法国多维尔举行的8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保护重要目标，之后2013年3月又被意大利陆军和法国空军首次部署在了北约反导弹防御架构中，并在测试期间成功拦截了短程弹道导弹。整套 SAMPT 系统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和多项新技术，不仅灵活性十足，方便运输，而且在后勤维护和系统改进上都极具优势。如在作战中 ，SAMPT 系统除作战指挥控制车需要2名操作员操作外，其他所有的装置都是自动化工作，将使用和维修人员数量降到了最低。同时采取了多种抗干扰措施，具备很强的抗电子干扰能力，而且系统反应迅速，从发现目标到发射导弹只需6秒钟。系统各部采用6×6卡车运载，具备很好的机动性。另外 ，SAMPT 系统还可以和其他的探测设备或情报系统联网，可纳入更高层次的防空网络中。又或是在改进方面，为适应现代化战争，法国和意大利开发了 SAMPT 的变体 SAMPT-NG， 主要配置紫苑30 Block 1导弹，以及换装了旋转式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多功能雷达车，具备方圆约150公里的拦截范围，以及350公里的探测范围。SAMPT 系统因其优秀的性能受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青睐，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2023年6月首度证实，第一批次的 SAMPT 系统已经运抵乌克兰，协助保卫乌克兰领空。而且关注的俄乌战况朋友就会发现，凡是部署爱国者或 SAMPT 系统的城市，俄军导弹几乎就没有来过。乌克兰城市其主要受到俄军 KH-2232 改型导弹伊斯坎德尔 S-300 的攻击，而乌军手里能将其全部拦截的就只有爱国者和 SAMPT 系统。其中针对 KH-2232 导弹，就理论而言，仅需一组爱国者或 SAMPT 系统就可保护乌克兰城市免受袭击，甚至其还可以覆盖俄罗斯部分领土。至于为什么是理论，因为截止目前为止，俄军貌似仅指向尚未部署爱国者和 SAMPT 系统的乌克兰地区发射了 KH-2232 导弹，没有击落记录，自然无法验证。
对伊斯坎德尔导弹而言，在袭击基辅，其至少需要飞行200公里才能抵达。乌军所有的防空系统都有时间反应拦截。当然，如哈尔科夫这种距离俄罗斯边境仅有20到25公里的地区，则没有时间做出反应。在这里，俄军已经把乌军的防空系统等目标进行轰炸摧毁。最后来袭的 S-300 爱国者和 SAMPT 系统拦截它轻轻松松，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俄军的 S-300 数量远超 KH-2232 和伊斯坎德尔导弹，俄军可以频繁进行攻击。乌军每次成功拦截都将消耗一定的防空力量。就目前情况而言，乌军仍旧需要更多的防空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困难之际，一方面北约战机正在波罗的海拦截俄军飞机。据乌克兰阵线在 X 平台的报道，有2架幻象2005战机紧急拦截了2架俄军的苏 30M， 之后又在波兰北部的国际空间拦截了1架俄军的安72飞机。另一方面，乌克兰脑洞大开，很多概念武器都被整了出来，来加强防空。弗兰肯萨姆项目是其中名气最大，之前火力军科普过一部分，这次来做个总结。该项目的目标是将北约导弹和乌克兰原有的苏制防空系统结合，其主要分为3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改进乌克兰的山毛榉防空系统，使其可兼容美制的麻雀导弹。第二个是把美国提供的响尾蛇导弹改为从地面平台发射。最后一个是将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与乌克兰的设备整合在一起，使其能够使用苏制 S-300 的防空雷达。不过，乌军对其的披露很少，仅有少量战果流出。如在1月16日晚上，在乌军拦截俄军空袭作战中宣称，至少拦截了19架来袭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在此过程中，就有弗兰肯萨姆系统参与，并成功摧毁了9公里外的俄军无人机。凭借这些仅有的线索，不少军事专家进行了分析。有人觉得它可能由乌军现有的 SA-8 防空系统改进而来，也有人认为它更类似美军自用的复仇者战术防空系统，以悍马越野车作为发射平台。但不可否认，从目前已知信息可以得出，弗兰肯萨姆防空系统还无法拦截弹道导弹，只有在对抗无人机等低威胁目标时才能发挥作用。但乌军部队一直在凭借仅有的条件尝试各种新战术，力图扩大自身防空火力的覆盖范围，特别是乌东和乌南的前线。这里的俄军战机活动频繁，乌军格外需要性能优异、数量多的防空系统。乌军内有自己的创新，外有不断军援的防空系统，甚至连北约战机都开始拦截俄军战机。相信之后的乌克兰防空部队将更高效分配资源，度过当前这段相对困难的阶段。好了，关于意大利撤回 SAMPT 防空系统转向援助乌克兰北约战机拦截俄军苏 30M 的事情，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